把账册还给我。刘管事，您听见没？这小残废在命令您呢！你看他那只爪子，连根烧火棍都握不住，还真惦记着他爹给他买剑呢。想要自己像条狗一样爬过来捡啊！你爹欠了宗门30年的命，这500多块灵石就当是他赔偿宗门剑阁的浙技费了。我爹在剑阁底层的遗物交出来。小畜生，这个给你脸了脏东西，也配叫遗物？信不信老子现在就送你下去见那个老剑种？那东西确实是陈大珠留给这娃娃的。宗门有规矩，杂役死后贴身俗物归家属，你何必跟一个无依无靠的残废置气？叶儿，这是你爹耗了30年的命，才在这块硬铁上口出你的名字。笑话！大夏剑宗的一草一木都是宗门的，这块废铁既然是从剑阁里带出来的，那就是宗门财产。小残妃，你给我放下！这是我爹的剑，谁敢碰，我杀谁！你这残废，你带着这块破铁，我看你能走出大夏剑宗几步？不用他们管，爹，我带你回家。老夫在这片苦山里，像条找不到家的野狗一样找了整整100年。贼老天！你让大夏剑尊那群自命不凡的蠢货守着真正的龙脉当垃圾，却让老夫在这绝地之中等来了一个小残废。好一个最便宜的剑，好一个天生废脉！既然天下人都说你是废铁，都说他是废人，老夫今日就教教你们这群瞎了眼的废物，什么叫一剑开天！老头，你到底是谁？天生废脉，右臂枯萎，连握剑的资格都没有。大夏剑宗那群人有眼无珠，倒也不算意外。如果你把我抓来只是为了羞辱我，那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！我陈野就算是个废人，也不受这份鸟气！劈柴，劈满1000斤，劈不完就滚下山去，继续当他们眼里的垃圾。老夫这第9封不养废物。蠢货，连借力都不会，纯靠蛮力。哼，不出3天，整个人都得散架。大夏剑宗说我是废铁，你就说我是废物，我偏要劈开这块烂木头！就这点能耐，这就是你大言不惭要逆天改命的资本。大夏剑宗最末流的杂役，一天都能劈出300斤，太弱了，弱的老夫连骂你的兴致都没有。趁早滚蛋吧，免得死在这里脏了我的地。明天我会劈出100斤。1000斤，劈完了。过来。看懂了吗？天下修者皆以灵根为桥梁，吸纳天地灵气，淬炼己身。但你没有灵根，是个彻头彻尾的天生废脉。你没灵根，但你有血。既然这贼老天不给你灵气，那就用你自己去填，用你的血去烧、去抢、去夺。现在煮自己的血。好。继续，别停！这点痛都受不了，你拿什么去把那些自命不凡的天才踩在脚下？拿什么去向大夏剑宗讨回公道？大夏剑宗算什么东西？
我陈野全都要踩碎！老头儿，这血我煮的还行吧？好，够狠，够疯！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被那把剑选中的人。劈柴练的是你的左手，煮血练的是你的命。准备好把命交给我了吗？我的命早就不是天定的了，你要咋练，我陈野全接了。好，明天给老夫滚去那条瀑布底下拔剑10000次！上去拔剑，每天10000次。站直了！你是个软脚虾吗？昨天那股子狗肚子了，被水冲进狗肚子了。老子硬得很。哈哈哈哈哈！连把剑都握不住，3岁小孩撒尿都比你有力气。捡起来，继续拔。千山万水眺望你的娇美，此心越为美。怎么，连饭都不会吃了？要不要老夫嚼碎了，像喂雏鸟一样喂你啊？不用，我陈野咽得下这口泥。蠢货，你的右臂是废的，半个身子是死的，光靠左手那点死力气，你想拔断剑？做梦！左脚趾给我死死抓地，当自己是一棵树。腰腹，用腰腹的力量去代偿，把全身的力气拧成一股绳。老头儿，再来！8000次，慢，太慢了。乌龟王八都比你拔得快，不到10000次就死在水里别出来。最后一次。这个小疯子，3个月，他居然只用了3个月，比老夫当年还要快。勉强能看，但还是太慢了。明天给老夫拔15000次。这年头，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大夏剑宗碰运气了。你看他那条右胳膊，跟截枯木头似的，是个残废吧？就这副德行还想修仙？他要是能进外门，我当场把测灵杯吃下去。姓名：陈野。灵根品级5。你当大夏剑宗是什么地方？收破烂的善堂吗？原来是个毫无灵根的废物，不仅是个废人，还是个残废，简直笑死个人了！赶紧滚吧，别弄脏了大夏剑宗的地砖。大夏剑宗不收你这种废物，趁本执事还没发火，立刻滚下山去！大夏剑宗的规矩，只要能让测灵杯亮起，哪怕是杂役也能入宗。灵杯就凭你，那可是用深海晨星石打造的测灵杯，非灵力不可激活。你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凡人，拿什么让它亮？拿你的头去撞吗？我当有什么底牌呢？老天爷都不赏你这口饭吃！来人，把这个哗众取宠的残废给我扔下山去！小子，自己滚，还是我们动手？没有灵根，就一定是个废人吗？
现在能报了吗？地府丹，新来的，是外门规矩懂不懂？不懂。没零食，不废话。多少？下品皮骨丹3块下品灵石1瓶，半瓶。可以。难吃吧？能饱就行。赵师公，求求你！求我借灵石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副嘴脸。宽限几天？就3天。3天，欠我的50块下品灵芝什么时候还？我一定凑齐。你拿什么凑？拿你这一身肥肉吗？拿来吧你！不行！松嘴，王冲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是谁？大夏剑宗的事你也敢管？滚！你大胆！给我断！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摔的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帅哥挨揍啊？有。我妹妹昏迷3个月了，需要还魂丹。你怎么知道？还魂丹太贵了，1万块下品灵石1颗，把我卖了也凑不够，所以我只能一包一包的买散药，自己回去熬药汤。虽然药效差很多，但至少能吊住他一口气。还差几包？4包。我叫王仲，3横王千斤重。今天谢谢你，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陈野。给，谢谢。客气什么？你那把断剑哪来的？捡的。放屁！捡的能震碎金刚剑？金刚剑太脆，那是赵家花重金打造的。所以呢？所以你是个怪物。你白天为什么要帮我？顺手。少骗人！赵家在外门势力很大，你帮了我，就是得罪了赵家。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胖子得罪赵家，这叫顺手？你很吵。其实我以前不胖的，我妹妹生病后，我把所有的零食都用来买药了，每天只能吃最便宜的劣质辟谷丹，那玩意儿吃多了，身体就会发虚发胖。外门的人都叫我胖猪，他们欺负我抢我的零食，我都忍了。只要能救我妹妹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今天赵师兄要砍我的时候，我以为我死定了，我以为这大夏剑宗里没人会管我的死活。现在有人管了。妈的，这烟真大！为什么帮我？你护着药包的样子，像我认识的一个人。谁？一个故人。陈野，我王崇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了。我不要你的命。那你要什么？明天去练武场。好。早点休息。这辈子你是第一个替我挡箭的人。第一场，第9封陈野对阵第3封李寿。那是个什么东西？我没瞎吧？一个独臂残废！第9封不是气封吗？他来大比干什么？扫擂台吗？滚下去！别在上面丢人现眼！自己滚下去，别脏了我的剑！你听不见了吗？我让你滚！打，找死！
他拔剑了吗？没有，那李师兄怎么飞出来的？地九峰，陈也胜。下一个，你力气很大，但修仙界不讲力气，讲的是法。这是玄土诀，狂修师兄练到大成了，练习后期以下根本破不开法。我站在这里，你若能破开，我认输。那可是玄土诀大成啊！这三盘飞到底耍了什么妖术？决赛，赵师兄无敌，一剑劈了那个残废。剑很好，可惜握在残废手里，明珠暗投。剑就是剑，没有好坏，只有杀不杀的死人。井底之蛙，今日教你什么是真正的剑道。接我一剑，若不死，留你全尸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这把剑？30年前，剑魁背上那道斩断天地的红光，一模一样。来人，调档案，立刻把地九峰的档案拿来。长老，在这儿。拳大柱，手剑能，不，那只是掩人耳目。你在等这个残废，那我连他一起毁。陈爷，你休息会儿吧，大比都赢了，你还拼什么命啊？我不睡，我得看着你，万一你死水里了，谁给你收尸？陈爷，真他妈给你兄弟长脸！还不够，太慢了，还要更快，才能活下去。来了，大长老有令，斩草除根。内门精英，大长老真是看得起我，派3条内门的狗，你们会嘲笑他的。放肆！一个外门残废也敢狂吠！不仅是你，还有那个扫地的老不死，一个不留。死人是不会吵醒的。第一剑，咽喉你躲不掉；第二剑，教你那条废手。就凭你们，怎么可能？他不是油尽灯枯了吗？拔剑！染血，血命，杀！死！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染些血的代价吗？无所谓了，总算没死。陈爷，滚下来受审！残杀同门，无视宗规，你可知罪？我若不知呢？放肆！堂主面前还敢持剑，立刻跪下！跪下！他们杀我的时候你们在哪？现在来装瞎子，冥顽不灵。看来大长老说的对，地九峰已经成了魔修的窝点。本堂主今日就替天行道，亲自寻你。谁敢偷袭本堂主？执法堂办案，闲杂人等滚开！老东西，地九峰的扫地人，你敢拦我执法堂？老疯子，拿根树枝就想吓退我？你当自己是剑仙吗？结阵，连着老东西一起拿！我的徒弟，你也配审？我是奉了大长老的命。告诉大长老，老夫做了30年扫地人，从今天起不扫了。这地九峰是剑魁峰，滚！你们等着，大长老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师傅，闭嘴！连3个废物都打得这么费劲，还染血，嫌自己命长。徒儿知错。为了凑药钱，去丹堂当噬药童子，赌起攻心了。再晚半个时辰，神仙难救。他没告诉我，师傅，求您救他。他告诉你，你就不练剑了？还用你说？活着，先活着，才能拔剑。徒儿记住了，30年了，有些人确实该敲打敲打了。明天开始换我教你。教什么？教你真正拔剑。陈爷真香啊！
就这些。回大长老，堂主死前只拼死传回了这一段声响。尸体呢？属下亲自查验过，一击毙命，咽喉被瞬间贯穿，伤口极小，边缘极其平滑。最诡异的是，现场没有任何灵力波动的痕迹。没有灵力波动，堂主再废物也是聚气境后期，他的护体真功难道是纸糊的吗？属下不敢欺瞒大长老，伤口之中没有刀剑的铁锈味，只有一点木屑的残渣。木屑？你是想告诉我，一个聚气境后期的执事被一截树枝硬生生刺穿了真刚？属下无能，但勘验结果确实如此。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剑魁峰还轮不到一条狗来撒野。剑魁峰30年了，这大夏剑宗竟然还有人敢提这个名字！滚下去！封锁萧的死，对外定性为妖兽，谁敢走漏半点风声，我要他9族陪葬。一截枯枝刺穿聚气境的真刚，没有灵力，只有纯粹到极致的剑意。老疯子，你果然还是放不下。可惜，再锋利的剑有了软肋，也就是一块废铁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！那把断剑竟然真的在那小子的手里，难怪你这个龟缩了30年的老疯子会突然收徒，隐忍装疯卖傻30年，就为了等一个能拔剑的传人。当年没杀你，是废了你的剑骨，是我这辈子犯下的最大错误。你以为把剑骨的秘密藏在那半把断剑里，就能瞒天过海？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希望是如何被我踩在脚下，碾成齑粉！来人，传我的大长老令，内门考核提前举行。我要那个叫陈野的小子在考核不能是暗杀，必须是万众瞩目之下。遵命。想教他拔剑，那我就连他一起毁掉，让你们师徒俩早点在黄泉之下团聚。野哥，主峰有令，命我前来探望师兄。大长老听闻野哥在此绝地深修7日，心生怜悯，特意让师弟送来主峰秘藏的至宝龙髓石。大长老原话交代，此石乃是从地心火脉最深处孕育1000年而生，内蕴一丝上古炎龙的纯阳精血气息。师兄的剑既然已经沉浸如死物，或许唯有这等天地间至刚至阳的霸道奇物，方能以毒攻毒，重新唤醒对剑中那沉睡的气灵。大长老对师兄可谓是煞费苦心，寄予厚望啊！老头，您笑什么？我笑什么？老夫笑那主峰上的老王八蛋，表面上道貌岸然，满嘴仁义道德，哼，背地里却是一肚子坏水。送龙髓石，好一个冠冕堂皇的恩赐，好一个煞费苦心。小子，你可知那龙髓石究竟是个什么催命的东西？是天地间至刚至阳的断气神物。大长老说，它能唤醒野哥的废剑。放他娘的狗臭屁！龙髓石确实是断气神物不假，但它内蕴的火毒与狂暴的炎龙之力，就算是咱们大夏剑宗里最顶尖的炼气宗师，也必须借助9转紫金炉，服役1000年泉之水，耗费77、49天日夜不休的炼化，方能勉强将其狂暴之力化解中和。他现在把这颗未经任何淬炼、保留着最原始火毒的纯阳龙髓石，直接送给那个坐在瀑布底下，肉身近乎油尽灯枯的小子。说是唤醒他的剑，这他娘的哪里是赐宝？这分明就是明目张胆的谋杀！那小子的剑生机彻底断绝，剑身锈迹斑斑，已是即将即死之物。大长老那个老狐狸根本不是在赐宝，他是在试探。他想用这块极丈极烈的龙髓石逼这小子现出原形。若是这小子的剑真的已经彻底废了，这龙髓石的火毒瞬间就能将连人带剑烧成一堆随风飘散的灰烬。主峰正好缺了一块心病，若是这小子忌惮火毒不敢接，那主峰便有了名正言顺废除他宗门序列，将他彻底逐出大夏剑宗的借口。好狠的算计，好毒的阳谋啊！进退都是死局。扔过来。野哥，刚才这位前辈说这石头有剧烈的火毒，你现在的身体……我让你扔过来。
这怎么可能？飞剑生荆棘，枯木又逢春。野哥他到底做了什么？那可是连炼气宗师都束手无策的元氏龙髓石啊！他竟然用左手直接将其按入剑中。神物通灵，剑刃代价。小子，想要重铸这把断绝了生机的绝世凶剑，单靠区区一块龙髓石的火毒怎么够？那是需要以主人的骨血、寿元乃至灵魂作为柴树去献祭的。它每长出1寸筋脊，就要抽干你1分的天命与寿命。你以左手引火，以命元实践，这逆天改命的代价，你真的承受得起吗？是真的！宗门最古老的秘典中记载的那个传厨是真的。逆流成疾，秀脱生金。那把剑没有死，那把传说中能斩断天地气运、令鬼神披翼的绝世神剑，真的可以被唤醒。好一个陈野，好一个以命试剑！只要他能用自己的命将那把剑彻底开封，我主峰便能借此神剑扫平一切不臣，称霸整个大夏，甚至问鼎九州。太强了！这就是大长老倾尽整座山峰资源培养出来的怪物吗？野哥，干碎他！别管什么狗屁踏空镜，野哥天下无敌！陈野，你能拖着这副半死不活的残躯，像条野狗熬到半决赛，确实出乎了我的预料。但废物终究只是废物，你那只枯萎的右手，现在连一根树枝都提不起来了吧？还有你手里拿着的那块破铜烂铁，也配被称之为剑？大夏剑宗1000年的脸面，都被你丢尽了！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只会写你的。这世间的天道，何曾有过半分公平？所谓底蕴与天命，不过是将所有反骨踩在脚下，肆意践踏。今日，我便要用这把生锈的断剑，硬生生斩断这高高在上的不公天命！你在笑什么？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在这里装神弄鬼？是，给我跪下受死！我笑你，空有一身华丽的修为，却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剑。疯了！这小子彻彻底底的疯了！他竟然燃尽了全身所有的精血，就算他能赢下这一场，半个时辰后也会生机断绝，化作飞灰，这是在找死啊！强弩之末，不过是自寻死路的困兽之斗罢了。杀！装腔作势的东西！你一天修来的东西，我爹用了一辈子。野哥，我就知道我的野哥是天下无敌的。野哥，咱们这回……
妹，先给我妹再打。活着，先活着。老伙计们，大夏的规矩，今天怕是要被这个左手握剑的混小子给彻底斩断了。区区一个右臂被废、经脉尽毁的废人，哼，也敢对本座拔剑！不！数字感染，你竟敢毁我本命法宝！今日天上地下没人救得了你！跪下，给我磕头领死！做梦！怎么回事？地龙翻身了吗？万剑朝宗，这是传说中的万剑朝宗，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废人，怎么可能引动万剑朝宗？小安，老东西，我爹在大夏剑宗的剑阁里，给你们这群高高在上的仙长受了整整30年的剑。他连最下等的灵根都没有，是个彻头彻尾连你们外门弟子都瞧不起的凡人。但他这一辈子每天起早贪黑，用粗糙的双手去擦拭那些沾满血污的剑锋。整整30年，他没有让大夏剑宗里哪怕任何一把剑生过一丝一毫的铁锈。而你呢？你这种只会仗势欺人，为了夺我剑骨不择手段的蝇营狗嗖之辈，你觉得你配用剑吗？小畜生，我要你死！我要把你抽筋拔骨，把你的灵魂镇压在九幽之下，永不超生！小子，瞪大眼睛看好了，这才是剑魁的剑。不，这是我的，这是老夫耗费心血温养了30年的本命剑骨。我的修为，我的元婴，不，这不可能！你明明是个废人。这一剑是30年前的，你欠了30年，今天还了。剑魁大人，这个罪人该如何处置？押走，锁入剑阁底层。你的剑拿出来。
世尊，这个字是？喝腻了酒，收拾一下，明天下山。恳请剑魁回宗。恳请剑魁回宗。转了30年，走。师兄，等等，4个元凶都没了，回来吧！宗门已经为你洗清了所有的冤屈，昭告了整个北境，你为何就是不肯回来？不是4个，是5个。师兄，你在说什么？当年碎灵散酒是你弟的。不，师兄，我不杀你，你那半剂毒让我苟延残喘，多活了30年。这口酒算还你。从今天起，大夏剑宗没有剑魁，老子什么都不欠了。我的亲娘嘞！这一觉睡得我骨头都要散架了，浑身酸痛啊！陈野兄弟，老前辈，咱们这是走到哪儿了？大夏剑宗的那些活阎王没追来吧？已经不在现剑宗的地界了。那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啊？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能先找个馆子对付一顿不？去中州。中州是啥？中州不是北境，北境不过是这天下极北之地一隅。那里的一株野草放到北境都可能是无价之宝，那里的宗门底蕴深不可测，随便走出一个外门弟子都能在北境掀起腥风血雨。比大夏剑宗还要厉害，那岂不是个个都会飞天遁地、长生不老？飞天遁地算什么？在真正的大能面前，翻江倒海也不过是等闲之事。在中州，天才多如狗，妖孽满地走。北境所谓的绝世天骄，到了中州，连给那些真正的妖孽提鞋都不配。前辈，中州远不远啊？咱们靠这2条腿得走几天啊？很远，远到可能你这辈子都走不到头，远到会随时暴尸荒野。剑魁大人，我不是来拦您的，我是来送东西的。这是30年前您当年用过的那张中州玉图，您看，我们大夏王朝在这张图上不过只有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。当年剑魁大人一人一剑踏入中州，您从最南边一路往北杀，硬生生地打穿了这11座巨城背后的11大顶级宗门。到了第12座巨城的时候，那里的宗主怕了，他们没有敢拔剑，而是举宗上下迎出城外整整300里，在官道上摆下了最顶级的流水大宴。但您连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一脚踹翻了他们的酒桌，没有一个人配跟您喝酒。您打穿了11宗，却唯独没有踏入这座剑炉。如今您没了一条胳膊，修为尽毁，却又要带着这2个孩子去那里，您……老东西，你活了80年，也就今天这句话还强算句人话，滚回你的大夏去，别在这里碍老子的眼。拿着吧，孩子，去了中州，这张图或许能救你们的命。前辈，陈爷，咱们这是到哪儿了？这就到中州了吗？陈爷，刚才那个老头子说中州到底是个啥样的地方啊？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包子？
中州是个什么地方？中州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，是个连骨头渣子都不给你吐出来的杀伐之地。四方修行之人修的是元气灵力，讲究吸纳天地精髓，滋养自身寿命。在那片极致残酷的土地上，执剑修行者从不修寻常灵力。那他们修什么？修命。中州的执剑修行者每一次挥剑，消耗的不是丹田内的精纯元气，而是自身的岁月元寿。他们将自身本源元寿灌注剑身，这是一群极致偏执、搏命修行的狂人。你在四方地界强行透支自身生机，自身元寿早已损耗殆尽。按常理而言，已然油尽灯枯，时日无多。但中州极北之地的那座剑炉秘境，藏有一种逆改修行宿命的秘法，能将你损耗的生机元寿尽数弥补归来。不必过早欣喜，剑炉秘境的门槛绝非寻常人可踏足。踏入秘境之人，实者仅有1人能够成功留存，其余9人皆会化作秘境剑道淬炼的养分，神魂本源尽数消融，彻底湮灭。你此生将永远滞留剑炉秘境，终生驻守那座孤绝剑域，不得踏出半步。时至今日，你依旧决意前往吗？去。老前辈，恳请老前辈留步。你留在此处等候，我独自前往。这是胖子托我转交您的。他有一个妹妹，名叫王念，昔日遭异兽夺气侵扰，伤及本源心脉，自此常年昏睡，迟迟无法苏醒。胖子想托您个事儿，以后每个月的初1，如果您顺路，能不能去外门杂医院把这些药灵石交给照顾她的婆婆，让她妹妹别怕。要是哪天醒了，千万别到处乱跑，就在那乖乖等着她哥回去。好，每个月的初1，只要我这把老骨头还没死，我就一定会过去看那丫头。你们放心去吧。走吧。风起兮，剑啸霜寒，破阵子，斩楼兰。3年，你只有3年。怎么了？中州有人在等我。那我们去找他。野哥走啦！3位客官，你们的面。从大夏来的，路过。你们要找的东西在北边，往剑炉的方向走。有人已经等了很久了。谁？这柄剑的上一任主人，他没死透。屏住呼吸，运转剑气护体。是那座被师尊在地图上标注了12城，却唯独没有打上红叉的剑流的方向。师尊， 30年前，
我一个人一柄剑，从大夏打入中州，但我停在了这里，我没进去，因为我怕。但这次不怕了。走吧，去北边去看看没死透的鬼东西到底想干什么。剑炉，终于还是走到这个吃人的鬼地方了。这把是上半截。你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是你手中这柄断剑的上一任主人，我亦是你父亲陈大柱曾经誓死效忠的剑楼本源。你的父亲曾是我剑楼正统守剑人。我爹，他既然是高高在上的剑炉守剑人，为什么要抛下一切离开剑炉，甘愿去到大夏，做一条万人唾弃的卑贱走？因为他有了你，剑炉守剑人毕生唯与无情长剑为伴，严禁沾染凡尘因果，更不可拥有血脉后代俗世羁绊。此乃剑楼亘古不变的铁律，但凡违规越界者，必受万剑穿心极刑，神魂俱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为护你这违逆剑规、不该荡生的孩子性命，他不惜铤而走险，连夜偷走剑骨性质这半截传世断剑。他以自身半条修为性命为代价，带着尚在襁褓奄奄一息的你，拼死逃离剑谷。当年所有过往，我已尽数告知于你，毫无隐瞒。这柄饮尽龙血的绝世断剑，唯有心境圆满，斩断凡尘执念，无惧生死磨难之人，方可真正驾驭人剑合一。我如今尚未做好准备，这柄剑的重量太过沉重，我陈野这条卑微性命，如今尚且背负不起我父亲30年如尘埃走狗般的无尽屈辱。但你且放心，待我真正做好准备之日，我必亲自踏完这30里十死无生的黄泉绝路。届时，我再来完成合剑归一，替我父亲守了这么久的剑。多谢你。